一粥一饭皆养生，美丽就在唇齿间。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出素颜肌美颜课堂。大家知道啊，中医当中有五脏：肝、心、脾、肺、肾。如果呢，我们把这五脏系统啊比作是一个车轮的话，那么大家猜猜谁，也就是哪个脏腑相当于中间的那个轮轴呢？对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脏叫脾。脾呀，在中医当中呢，可是地位非常高的。那么它被称作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为什么脾被叫做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是因为啊，脾主运化。就是说呢，脾啊，它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那些饮食、那些营养物质啊，转化成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肌肤，还有我们的毛发。只有我们的脾脏功能正常，才能够气血充足，我们的肌肉呢才丰满，我们的肌肤啊才红润有光泽，我们的毛发呢也才能够乌黑亮泽。那么脾脏啊，它除了掌管着运化水谷精微之外呢，它还负责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那么如果脾气健运的话呢，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些多余的水液啊代谢出体外。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人就会觉得比较清爽。当然我们的肌肤啊也会觉得清爽，不长痘不长斑。那反过来讲，那如果我们的肌肤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大家想想，很可能是我们的脾呀出了问题了，有可能呢是脾虚在作怪。那么脾虚会怎么样呢？一旦我们的脾呀功能弱了，它的工作效率低下了，那么我们的气血啊就不能够很好的上扬于颜面，皮肤呢就会出问题了。那么脾虚了，除了呢气血不能够上扬于面之外啊，还有就是水湿呢还会在我们体内停留。这就相当于是这个车轮子中间那个轮轴啊，它转得慢了。这样的话呢，车轮子上的那些泥巴都甩不掉，沾满了泥巴之后，大家想是什么状态？整个人呢就会觉得困乏无力。有朋友说呢，就像浑身都灌了铅一样。这其实呢就是体内啊水湿多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脸色呢也越来越不好看了。往往是面色萎黄，皮肤呢粗糙，没有光泽，而且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眼睑也就是眼泡会肿，还会呢出现眼袋。这其实啊都是水湿在我们体内停留的结果。那么它的根源呢就在于脾虚了。所以啊，要想养出好的容颜，首先要健脾，脾气健运了，气血充足了，我们呢才能够吃出好气色、好容颜。据我观察呀，脾虚的女人呢老得快，容易变成黄脸婆。说为什么是黄脸婆呢？其实在中医当中啊，认为脾属土，那土的颜色是黄色的，是不是？所以呢，黄色啊是脾的本色。那本色外露，其实就是说明这个脏气虚了，也就是脾虚了。所以呢，要想养出好气色、好容颜，首先呢要健脾养脾。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的脾啊为什么会虚呢？首先是饮食伤脾，脾不是主运化吗？那么如果饮食不节，包括不吃早餐啊、盲目节食啊、挑食偏食啊、饮食没有规律，这些其实都首先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特别是有一些美眉啊，为了爱美要苗条，盲目减肥节食。其实啊，盲目节食呢害处非常大。那么盲目节食啊，有可能够使我们的体重呢暂时的减下来，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也可能会把自己啊减成黄脸婆。因为呢盲目节食啊，这个减下来的体重大家要知道不是脂肪，其实大多数啊是水分和肌肉。大家要知道啊，女性的这个曲线美，还有我们肌肤的这个弹性，
其实都有赖于丰满的肌肉来支撑。说一旦呢我们的肌肉量少了，虽然瘦是瘦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女性的曲线美啊也没有了，而且呢肌肤啊也变得越来越黄，越来越不好看了。其次呢是思虑伤脾。中医讲啊，脾主思虑，想事情想多了，劳心劳神，其实啊都会伤害我们的脾。这就为什么说得了相思病会茶不思饭不想，为伊消得人憔悴，其实呢是因为脾虚了，人就憔悴了。当然反过来讲，脾虚的妹妹啊，我们发现也容易思虑过度，这其实呢是一个相互影响。脾虚了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健脾养脾的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药食同用的品种。比如说大家熟悉也是我们非常常吃的，像山药，像薏米，像红枣，像莲子、芡实等等，它们都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那其实啊，要想健脾胃，最主要的是通过食物来补。那什么食物最补脾胃呢？《黄帝内经》里面讲啊，五谷为养，其实告诉我们啊，五谷是最养脾胃的。特别是在五谷当中呢，小米它被称为是五谷之首，脾之谷，可见呢它尤其擅长养我们的脾胃，补我们的脾气。小米啊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其实种过小米的农民啊最知道，小米呢是最吸收土地里的精华的。种上几年小米之后啊，这个肥沃的土壤呢就会变得贫瘠，那是因为这些土地里的营养啊都被小米吸收了。大家都知道啊，女性在产后坐月子的时候都喝小米粥。为什么喝的是小米粥而不是其他米粥呢？这是因为啊，小米粥啊它补气血健脾胃的这个功力啊最强。所以呢建议大家呀，如果想补脾气的话呢，多喝一点小米粥吧。其实呢我就最爱喝小米粥，一年四季的喝。春天呢我喜欢喝小米南瓜粥，夏天呢小米绿豆粥，秋天呢小米百合粥，到了冬天喝小米海参粥。大家看，小米和不同的食材搭配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健脾养胃补气血的作用。一碗热粥下肚啊，舌尖上的美味还在我们的唇齿间回味，其实呢体内的气血已经开始滋生，我们的脸色呢也已经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了。比起小米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更钟爱大枣。确实这个红枣呢它也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啊它的营养价值呢也很丰富。大家都知道大枣呢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那么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叫一日吃仨枣容颜不显老，说明呢红枣的补气养血养容颜的功效啊是非常突出的。这里要强调一点，吃大枣啊是有讲究的。首先呢要看人的体质，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多吃大枣呢？其实不是，红枣呢是温热性质的，体寒的女生呢可以多吃一点。但如果呀你是一个湿热体质的美眉，平时呢就经常啊脸上爆痘，经常冒油啊，口气比较重，那么像这些湿热的表现呢，就提示你红枣啊不宜多吃。还有呢，咱们说的这个多吃啊，请大家注意，也是要适可而止的。即使呢我们不是湿热体质，一天吃几个枣比较合适？刚才那句话已经说了，一日吃仨枣嘛，我们建议一天吃3到6个大枣就 OK 了。因为如果枣吃的太多的话呢，它是会有副作用的。因为甜食啊容易令人中满，我们发现吃枣吃的过多的人呢，容易影响他的食欲，也就是不想吃饭了。这样的话不就起反作用了吗？除了我们刚才讲过的小米还有呢红枣之外啊，其实健脾养胃的食材呢还有很多。除了五谷杂粮之外呢，像薯类也是非常不错的健脾的食材。那你像土豆，像红薯，像山药、芋头、南瓜，这些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在这些食材当中啊，大家发现你像小米啦，还有像黄豆啦，
像土豆啦，这些都是什么颜色的？黄色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也穿了一件黄色的小西装？其实呢，我是想提醒大家呀，黄色呢是入脾的，所以黄色的食材啊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脾的功效。大家记住了吗？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款健脾养胃非常好的药膳。首先呢，我给大家推荐慈禧太后的养颜法宝八珍糕，大家听说过没有？据说呀，慈禧太后呢年逾70，依然呢肌肤白嫩光滑，体态丰腴，就像40岁的少妇一样。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这个带那个扣的这些大牌的护肤品来供老佛爷涂抹的。那么慈禧太后是怎么保持她的不老的容颜的呢？这真是源于慈禧太后呢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食疗养生。据说慈禧太后几十年天天坚持服用养颜又健脾的八珍糕。这个八珍糕呢，顾名思义，就是由8种珍品来做成的糕点，味道呢非常的好。那这8种珍品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8种药食同用的食材，有山药、薏米、芡实、莲子、白扁豆、党参、白术、茯苓，一共是8味。那这8种药食同用的食材咱们来分析一下。其中呢，莲子、白扁豆、山药健脾，而且呢不但补脾气，还养脾阴。芡实能够补脾收敛，那党参白术呢健脾益气，薏米呢能够健脾利湿。所以整个方子配伍非常的严谨，而且呢非常的平和。那么老佛爷呢，据说就是坚持一直在服用八珍糕，所以使他的容颜越来越水嫩，越来越光滑。这个方子的发明人明代大医陈公时说，如果能够坚持服用八珍糕100日以上，那么就会呢身清气爽，元气大增，其绝妙之处难以尽数。所以难怪呢人们称八珍糕为1000年养颜第一方了。慈禧八珍糕听上去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大家现在一定跃跃欲试了吧？到底怎么做呢？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很简单，我下面就跟大家说说怎么做。我相信就是不会做饭的小白也能够同样做出美味的八珍糕来。那么这8种食材我们是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搭在一起的。这个比例呢一般也很好掌握。我们呢取党参、白术还有白扁豆30克，其余的那5种食材呢咱们取50克，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呢用食品料理机把它打成粉。那么这样的粉呢，我们再加上200克的大米粉和200克的糯米粉，再加上适量的白糖，一起呢和成面。那么这样的面团呢，我们把它放在锅里面蒸熟。蒸熟了以后一般呢还需要呢烘干切片，是为了利于长久的保存。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把打好的粉装到罐子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取出一点来，加少量的温开水调服，这就是八珍糊了。是不是很简单，而且也易于长期坚持哦。很多女性朋友在保养肌肤的时候呢，会遇到头疼的眼袋问题。这个眼袋很多都认为是因为熬夜没有休息好造成的，但是其实呢不然。我们中医理论认为这个眼袋和脾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们讲了说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虚了就气血不足了，那我们的肌肤、我们的肌肉都得不到气血的充养，所以呢就会皮肤松弛，那么我们的眼睑呢久而久之就会下垂。另外呢脾虚湿气就会重，那么湿气循经络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眼睑的下面，就形成了眼袋了。那么怎么对付这个眼袋的问题呢？食疗是关键。
给大家推荐2个健脾祛湿、能够去眼袋的小食疗方。第一个呢是白扁豆花粥。其实白扁豆呢是一味食物，那么白扁豆花就是那个白扁豆那个植物的花，也是一味中药，在中药房呢就可以买到，当然也是食物，也可以吃。那么我们呢取白扁豆花15克，然后呢再加上50克精米一起来煲粥。煲粥的时候呢要注意，一般我们是先煎这个白扁豆花，一般呢熬煮上15分钟左右，去渣，也就是只留下那个汁儿。我们用那个药汁儿呢再去煮那个精米，粥熟就可以了。下面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健脾养胃的小神方，叫四神汤。那么四神汤里面有4种原料了，这个四神就是指的山药、莲子、芡实、茯苓。我们一般呢各取30克，然后再配上150克的猪肚，煲汤就可以了。做法呢非常简单，我们把猪肚先清洗干净，把它切好，然后呢放到砂锅里面，把这四神这4味食材一起放进去，小火呢熬制大约3个小时左右，小火慢煲。那么这样的汤呢，健脾养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女性朋友喝了这个汤之后跟我反映，本来呢是想改善体质的，健脾养胃的，喝着喝着发现自己的气色越来越好了，皮肤呢越来越滋润了，所以直接当成养颜汤来喝了。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介绍2个健脾养胃有美容养颜的大穴要穴。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足三里穴，它在咱们的腿上，膝盖的下缘大约4横指的距离，4横指呢就是3寸稍微往外一点，大家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穴位的这个位置我们按揉上去的话呢，会有一种酸麻胀的感觉，这是区别于其他非穴位的位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足三里穴它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也是养生保健的大穴，还是女人的这个美容的要穴。不是民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吗？说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所以它的补气养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足三里穴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叫三阴交穴。它呢是在我们的足内踝的上方，也是4个横指3寸的距离，就在这个位置，三阴交。那么三阴交穴呢，它是我们足太阴脾经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那么其实它除了是脾经的穴位呢，还是肝经和肾经上的穴位，是这3经的一个交汇穴。所以大家看，揉了这样的一个部位相当于按揉了3条经络了。那么三阴交穴呢，也是调理女性妇科疾病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同时呢也是美容养颜的一个大穴要穴。那么足三里穴和三阴交穴经常配合在一起来按揉。如果我们在上午的7点到9点胃经当令的时候呢，按揉这个足三里穴，那么在9点到11点钟呢，脾经当令的时候呢，按揉这个三阴交穴，效果呢就更突出了。对于这个穴位的按摩大家要注意，需要坚持，因为这个经络穴位它不是神药，不要指望着我按上1天2天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只有坚持呢才有效果。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和我们的肌肤关系非常的密切。要养颜先健脾，脾旺呢气色就好，那么脾衰的话呢气色也衰。健脾养颜的食材有很多，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今天咱们讲了四神汤，讲了八珍糕，您都记住了吗？另外经常按摩足三里、三阴交，会使我们的容颜越来越红润有光泽。好啦，一粥一饭皆养生，美丽就在唇齿间。我是戴老师，今天的课咱们就到这儿，下节课见。